第二时刻，复活是历史事实吗？你听过史上最离奇的失踪事件吗？2000年前，一个年仅30多岁的年轻人被当局处以极刑，公开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亲眼目睹的百姓、士兵、家人、敌人都确认他死了。更夸张的是，他的身体被严密安葬在墓穴里，门口还有一块巨石封住，外加派兵守卫。但3天后，他的坟墓是空的。更离奇的是，不只是尸体消失，还有成百上千的人声称看见他复活，与他说话，一起吃饭。这些人愿意为这个看见耶稣复活的见证去坐牢、被打，甚至殉道。一具消失的尸体，一群坚持到底的见证人，甚至改写了整个人类历史，从立法、主前、主后、文化价值、医疗慈善、音乐艺术，甚至人权观念。问题来了，这个人是谁？为什么他死而又活，能翻转世界？更重要的是，他的复活是神话还是历史事实？一场骗局不可能维持2000年。我们先想一个简单的逻辑，假如耶稣复活只是骗局，那这个假消息居然让几亿人信了2000年，会不会太扯？现代的社交媒体谣言3天内就被打脸，谎言从来撑不了太久。你要假造一件事，要有人配合，要隐瞒证据，还得阻止人讲出真相，这在人类历史上是极难成功的。耶稣复活的见证人遍布社会各阶层，有妇女，有罗马官员，有怀疑者，有一开始是敌人，后来改变的人，例如保罗，而且他们几乎没有得到好处，反而是痛苦、逼迫、死亡。他们有什么理由为一个谎言牺牲生命？有趣的是，最早的反对者、宗教领袖和罗马官员们，其实只要提出耶稣的尸体，整个基督信仰就瓦解了。他们没有拿出尸体，却只能说门徒偷走了他。问题是，这群门徒在耶稣被钉时早已吓得鸟兽散，连彼得都3次否认他。你说他们怎么可能几天内摇身一变成偷尸高手，还要打败罗马士兵，推开石头移走尸体，还维持口径一致不被戳破？这不是好莱坞电影，是历史事件。试想，有个人宣称自己能3天后死而复生，你会觉得他疯了吧？但如果他真的做到了，那你还会认为他只是一个伟大的老师吗？耶稣的复活是他说自己是神的最大证明。复活不是一段感人的神话剧情，而是历史上的转捩点。若这件事是真的，那耶稣就不是普通人，他是生命的主宰，是战胜死亡的神。我们可能会说，就算他复活了，那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但这就是最美的地方。耶稣的复活不只是事件，更是一个邀请。他邀请我们走出自己心灵的坟墓，脱离绝望、恐惧、罪恶与死亡的阴影，进入一个有盼望、有爱、有永恒的生命。今天的你也许不会一下子接受死人复活这个概念，但请你诚实问自己一个问题：如果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，那他对你的人生有什么意义？在非洲某国，有一位原本信巫术的年轻人，在绝望中呼求耶稣，竟在梦中看见耶稣光照他，醒来后完全被释放。在台湾，有一位长期受忧郁困扰的学生，
在一次教会复活节聚会中感动流泪，经历到一种无法解释的平安，从此重新面对人生。复活的耶稣不只改变了历史，也正在改变一个个现代人的生命。这些经历不是历史教科书上的事，而是你我今天可以预见的事实。结语，你愿意探索这个可能吗？如果耶稣没有复活，基督信仰全盘皆空。但如果他真的复活了，那你愿意给自己一次机会去认识这位战胜死亡的主吗？这不是一场你要信吗的压力，而是一个你愿意探索吗的邀请。因为也许你将发现，耶稣复活不只是关于他死而复生，更是你的生命也可以开始复活。